关注大度，也白富。What's up？ 我是大度。今年啊，在5月份，基本上所有家的新配置游戏本都发布完毕了。在这个全线都涨价的时代，这个涨价情况话迷了一点啊。我们来讲一下今天的主角，这台来自 ROG 的枪神10 Plus， 非常深度的使用了一段时间，而我想给它的评价就是，我想叫它枪神10 Plus 超劲版。Light， 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它和枪神10 Plus 超劲版的配置都同样是290HX Plus 加上5080的组合，它也同样能够在手动拉满的状态下跑出320瓦的性能释放，所以说它的体验要和贵了几千块钱的超劲版几乎是一样的。先说一下性能，其实 RTX 5080我不是很好奇啊，用太多了。但是这颗新的 CPU 290HX Plus， 我在测试了它的成绩以后啊，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起来。毕竟是个新款的 U9， 加上这台机器丧病心狂的散热，能跑出200瓦的 PLE 功耗，所以 R23 测试多核冲到了台式机级别的42181分，力压之前测试过的所有 275HX 和 285HX。在这颗暴力 CPU 的加持下，5080显卡在黑神话悟空开 DLSS 4小幅超越了硬件更强的5090加285HX 的机器。更攒劲的是，在 CS 全高特效的测试中，1200P 和1600P 都赢了5090，而且幅度还不小。因为那台5090的机器已经是去年测试的了，所以说去年到现在接近1年的时间，不管是显卡的驱动还是游戏的优化等等，都有很多的变化。所以说我的测试结果也仅代表我的测试结果，大家做一个参考就可以了。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具体的看到 CPU 给显卡抬咖位，还有点意思啊。其实，在我平时创作时用了最多的软件 PR 里面，导出一个4分30秒的4K 30帧视频，这台机器耗时2分10秒，比5090慢了10%。导出的时候它是吃酷大性能的，所以说这一点也不意外了。不过在我用的第二多的软件 Lightroom 里面，把104张2400万像素的 RAW 格式图片用同样的调色参数调好色，再导出，这台机器直接让我惊到了上火，43秒。比我测试过的所有游戏本都快了1半以上。再聊一下外观和外设，老粉都知道，枪神9被我评选为2025最满意的游戏本。这台机器的模具其实就是枪神9的放大版，但是啊，枪神10 Plus 的这个外观外设的体验，在枪神9我已经足够满意的基础上面，又更加的满意了。18寸的屏幕显示素质第一梯队，这个是稳稳的，而且它还带了 AGLR 抗眩光低反射，它不是那种单纯把屏幕做成很粗的雾面来防反光，而是在压低反射的同时，尽量保住屏幕通透和色彩。在强光下用，更不会像这种镜面屏一样被打扰的乱七八糟的，画面非常的纯净。而反观这个镜面屏呢，甚至能看到我的白牙。打游戏和看素材都更沉浸了，这个也是 ROG 机器的屏幕基操了。但我想再强调一个重点啊，这块屏幕有300赫兹刷新率。没有想到我人生中的第一个300赫兹刷新率的体验，居然是在一台笔记本上面。我有一点想收回我以前口出狂言的那种120帧以上看不出任何区别这句话了，因为我光是拖动了一下窗口，就萌生了换掉我120赫兹设备的想法。我的设备只能拍240帧，后期放慢10倍，你们一起感受一下吧。打游戏的丝滑程度更是如同喷了 WD-40， 高刷是有瘾的，我发现这段反应很大。第一次是朋友带我去的，我说这个东西不上瘾吧，他们说没事儿，后来就试了一次，反正感觉挺好的，就挺兴奋的。18寸还带来了全尺寸布局的键盘，顶级，我已经说累了。再加上18寸，让它有更多的空间去放我的手掌和手腕，再配合很跟手的回弹和扎实的按键音，在游戏本阵营，我抠破脑壳都想不到更好的了。这期视频以及其他的很多项目的稿子都是拿它来写的，除非你真的有那种很屌的键盘去外接啊，要不然我都建议你把钱和空间都省下来，就给它配一个好一点的鼠标，完全足够应付你97.9%的工作
还有游戏了。我觉得 ROG 真的很擅长浪费，比如全环绕的 RGB 灯带，比如连我家猫都会拆的后盖，再比如内部称得上赛博黄图的布局，还有这一套堪称豪华的接口，这些都是可以让你第一时间知道，哎，你这台机器的钱花到哪里的地方。但是随着用机时间的增长，它还会给你一些小彩蛋、小惊喜。就比如说你电脑用久了，想加一块硬盘，哎，你把后盖拆开，发现它拆开以后，机器会自动断电，以防手贱。记住啊，每次拆了后盖以后都要插上原装适配器，给机器通电。好，开机了。然后放硬盘的时候又发现，哎，这个硬盘位不用拧螺丝就能固定，而且旁边这颗原厂的5.0硬盘速度也太快了吧！用的越久，你就越会发现这台机器上面真的埋了有很多的彩蛋，在默默的支撑着它，让它优雅的运行着。不过买18寸的机器，我始终都会强调它真的很重，搭配这个450瓦的适配器啊，不管对臂力还是脊椎，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作为参考，我今天的臂围是37.5，加练了一下。而且买18寸的机器非常的挑包，一般的单肩包大面，双肩包会相对轻松一点，但背负这一整套柔弱的女生肯定会很费劲。所以纠结尺寸的同学呢，我建议你可以试试我的土办法，在你的双肩包里面装上同等重量的书或者是水，背负着去上学、去通勤，尝试一下，再决定是16还是18寸。不过这次 ROG 也很浪费的，给了你一块100瓦的小方块 PD 适配器来减轻你的压力。出发点给一个好评，但是我觉得100瓦的功率能够再提到140瓦，相信会更好用一点。终于写到结尾了，凌晨2点还在用它码字，始终都会被这块键盘爽到，莫名的越写越顺。我的小区外面的早餐店换了很多茶，最后留下的这家，凭借它的真手工包子和现炸热油条以及老板秘制小泡菜，成了我的早餐据点。经常看笔电的视频，或者说是了解笔电这个圈子，都知道供应链其实就是现成的，花钱就行。真正难得的是你在用机器的时候，它减少你的烦躁，减少你的等待，减少你的将就。尤其是今年的这个普涨环境下，很多游戏本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贵了，但是我没有变强。这台枪声很贵啊，也很重，但是它的表现就好像时时刻刻都在告诉我，兄弟怎么样，钱没白花吧？那么 OK， 这期视频其实不算长，但是稿子写了很久很久，写了又删，写了又删，写了又删。希望这种不是那么评测的视频你们会喜欢，希望给这个视频多多的3连啊！下期我们多整一点烂货，哈哈。OK，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好玩好笑的色情科技数码视频的话，请一定记得关注大图，一夜暴富 ，peace。我再去练一会儿，不然真的背不动了，拜拜。